为帮村民致富，我直接辞去100万年薪的工作，回村开始了直播卖腊肉。没火起来的前3年，人员、材料、设备等大笔开销都是我全额承担。然而直播刚火1个月，村民们却说我贪污他们的卖猪钱，围在我家门口强制让我还钱。我不同意，他们就开始打砸正在熏烤的腊肉，围殴杀猪匠，将刚放了血的猪抢走。每天起早贪黑的帮他做事，才给这么点钱，大发要饭的都不止这点。滚出我们村！我们不需要你帮我们卖东西，没有你挡了我们村的气运，我们早就发大财了。为了能让卖出去的订单正常发货，我不得已卖了家里的宅基地和田地抵债。后来我去了隔壁村卖香肠，村民竟又跪着求我回来。小林，你快起来，家里出事了，乡亲们要你还钱。我掀开被子正想问还什么钱，楼下忽然嘈杂起来。陈琳呢？让他滚出来！昧着良心挣大钱，还贪我们这点辛苦钱，良心被狗吃了吗？当个大主播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，现在还贪乡里乡亲的钱，谁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3年前我裸辞回村直播带货，大量收购乡亲们的农产品，挂在直播间，帮他们赚点生活费。但3年时间，直播反响平平，直到1个月前上传的一个视频火爆全网，直播人数也从之前的几十上升到几万人。恰逢年货节，我便从乡亲们手中一口气买了50头年猪，自制腊肉挂直播间销售。一是看乡亲们辛苦1年舍不得杀了自己吃，也卖不了好价钱；二是直播火了之后，我想要趁机找到噱头，以后能更好的帮助乡亲们。我贪什么钱了？我来不及细想，拽着我妈就下楼，急忙将大门敞开。刚探出半个头，乡亲们就把我围住。躲了这么久，终于肯出来了。贪我们这么多钱，什么时候把钱还回来？这一家都是黑心肝，挣着昧良心的钱，也不怕天打雷劈。你今天不把我们大家的钱全部还回来，我让你见不到今天的太阳。看着他们嚣张的样子，我心里也被气得窝火。我什么时候欠你们钱？之前收购你们的账，我挨家挨户的去结清的，我不知道还有什么钱没给你们。这时，有个人掏出一个计算器对到我面前。小林啊，不是二姨妈说你挣钱不是你这么个挣法，乡亲们的钱哪能昧着良心挣？这个月我们卖给了你50头猪，1头猪300斤，就是15000斤。你给我们算的是20元1斤，但是你在直播间却卖41斤，你整整贪了我们1半的钱。今天你必须把钱还给我们。说话的是我二姨妈，我妈的亲妹妹。我刚开始直播那会儿，一天播10几个小时，却没几个人。二姨妈说在家没什么事做，跟着我还能优先帮她家农货卖货。一顿哭诉后，我心软留下了她。尽管我在倒贴钱，却还是每天给她发100块的工资。她知道这个月收的50头猪，1头猪能做成腊肉的部分只有2/3，而且做成腊肉会有一定的损耗。10斤新鲜猪肉熏干才只有6斤。二姨妈明明知道我现在的情况，为什么还会找我还钱？小林，我在网上看到其他那些主播在网上卖多少钱，原封不动的就给乡亲们多少钱。你这3年肯定也挣了好几百万，咋还能克扣我们老实人的辛苦钱啊？这钱1分都没进我的口袋，一半支付了给他们的卖猪钱，一半是人工材料运费损耗的。这钱让我怎么退？我刚想开口解释，乡亲们却不耐烦了。好话说尽他不听，还废什么话？把这些卖的东西给我砸了，看他还不还钱。自从开了直播，他在网上的人气火了，接广告几万一条，贪我们的钱给他风光挣大钱，凭什么？还有前几天说什么领导来考察，要把我们这个村打造成助农村，帮助大家发展。我看他就是和那个女的有一腿，谁知道是不是合起伙来贪我们的钱？他们越说越离谱，我气得浑身发抖。你们把张小琪怎么了？张小琪是我们当地文旅派来帮助我助农的。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村的情况，我带着他走遍了村里每个角落，从衣食住行到盛产的当地特色。我只是想更好地带动这些村民，而现在却被他们造谣。可偏偏我现在不能发火，在这个网络时代，要是被他们拍下来发到网上，我有10张嘴都说不清了。二姨妈，张小琪是我们市文旅局派来的，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的助农。他要是出意外了，我们整个村的出路就完了。你赶紧把他带过来。我急得全身冒汗，二姨妈却双手一摊，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。你放心，他能有什么事？只要你把钱还给大家，我立马带他来见你。虽然我是你二姨妈，但我也不能偏袒你。钱是大家的，我也要帮着乡亲们拿回他们应该得到的钱。话音刚落，村民们纷纷拿着扫帚，扛着锄头跟着起哄：还钱还钱，不还钱就不放人！我被他们逼到角落，直到身体抵在墙角，一动不能动。他们依然不依不饶，揪着我的衣服，扯着我的头发，还有人将手伸进我的衣服口袋里，想要掏钱。愤怒之下，我捡起地上一把砍柴的柴刀，在他们面前乱挥。再敢过来，砍到谁我都不会客气！二姨妈瞬间暴怒，交代了几个人出门去。不一会儿，张小琪就被他们绑了过来，一身的猪屎味，嘴里还绑着布条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你不还钱，你还有理了？有本事你对着小女友下手啊！
说话的是我们村的老光棍陈大鹏，好吃懒做，偷鸡摸狗，样样都干。40来岁没结婚没小孩，一人吃饱全家不饿。我拿着刀逼近张小琪，他浑身都是猪的粪便，双手被绑在身后不能动弹。张小琪，你没事吧？张小琪听见我的话，朝我摇了摇头。这群忘恩负义的人，怎么能这么对待一个外来的客人？还是来帮助村里助农的。二姨妈趁我分神，一把就把我拿在手里的柴刀夺了去，又死死拽着我的手腕不放手。陈林，要不是看在咱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你以为今天我会对你这么客气吗？我早就报警把你抓进去了。我的手被他拽住，农村妇女的力气让我半点不能挣脱。我们家距离城里很远，附近10里8乡全是认识的，现在还不是逞能的时候。今天你们到底要干什么？陈大鹏朝地上吐了一口痰，用力扯了扯捆住张小琪的绳子。你把卖猪60万吐出来，今天就放过你们，不然今天你们谁也别想出这个门。二姨妈，你一直都跟着我，你不是不知道，前3年收购的农产品卖不上价，是我贴钱补的差价。我可怜你在家没什么收入，所以每天倒贴100让你留下帮我。这个月的猪也是，我用市场最高价买的整头猪来自制腊肉，抛去成本、人工、快递，我哪还有60万给你们？二姨妈眼中的贪婪不带一丝掩饰，她低下头劝着我：你这直播的账号都100万粉了，我帮你打听过了，一个粉丝1块钱，卖了还有100多万呢。绕了这么远，兜了这么一大圈，原来是看上了我的账号。我今天要是不答应呢？呵呵，我刚才看见那边的猪肉，你还没让快递员拿走，现在应该还能值点钱。要是不答应，我们就把猪肉和你家里之前的东西全部卖了。而且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，随随便便缺胳膊断腿也找不到证据，简直是穷乡僻壤出刁民。张小琪是市里来帮忙的，我怎么能让他受伤回去？他们吃定了我一定会答应。小子，今天这事不处理完，你就别想出这个门。你妈岁数也大了不是？我心下猛地一惊，顺着我妈的方向看过去，5、6个老光棍围着我妈，他们言语调戏还动手动脚。我妈被吓得跌坐在地上，不停地流泪。这些人生活在村里几10年，也不懂法，为了钱什么都能干得出来。我愤怒地看着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这账号没找好卖家的话，一时半会儿卖不出去，但是我可以把账号的实名变更成你的名字，你随时可以把账号拿去卖了。二姨妈和那群人嘀嘀咕咕商讨了1分钟，觉得拿到账号他们可以自己卖货，这样家家户户都能成100万富翁了。你这孩子早想明白，哪还有这些事？手机拿出来，马上改名字。我忍着屈辱拿出手机，在变更信息那一栏删掉我的名字，然后改成了我二姨妈的名字，最后退出登录，把手机递到二姨妈手上时，我却如释重负地笑了。呵呵，等到他发现我接的广告没拍，该寄出去的货物没寄，被卖家投诉，被甲方追责赔违约金的时候，不知道还会不会觉得自己占了天大的便宜。随后二姨妈自己下载软件登录，看到实名确确实实是她的名字后，才笑着让陈大鹏和那几个男人放人。小林呀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之前的事咱们就一笔勾销了啊。说完就带着人离开了。摆脱掉他们的纠缠后，我将张小琪安排到卫生间去洗漱，再将我妈扶回房间休息。我告诉我妈，这个村咱们家待不下去了，我准备卖房。她非常支持我的决定。早在1年前，有个搞种植的大叔看上了我家的地，我当时觉得这是家的根基，怎么都不愿意卖。现在我主动联系他，他很震惊，将家里的宅基地和所有土地卖给他时，他同时听闻了我的遭遇，还将邻村的村长介绍给我认识。小伙子，你要是不嫌弃我，把隔壁村的村长介绍给你认识。那个村全村都是种水果的，但每年烂在地里的水果成千上万吨，现在你也没地方去，我把村长介绍给你。那个村长人很好，希望他能帮到你在那里重新安家，你也能帮到他们把水果卖出去。我答应了。村长知道我是来帮他们村的，老早就在马路边等着。看见我带着我妈和张小琪时，他有些慌张无措。小林，看着地里面果树一茬接着一茬的成熟，我心里面慌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还好你来了。我连忙扶起弯腰，对我表达感谢的村长。村长说的什么话？咱们村也是挨着的，往近了说我还要叫你一声大伯呢。我刚好有件事和您商量下，你可能也听说了我家的事。现在我们把地全都卖了，我想留在你们村重新买地建房，当然我也会重新开账号帮你们卖水果。这位是咱们市里文旅派来帮助助农的张小琪，也是来帮助咱们的。我想把咱们村打造成市里果业第1村，大力发展直播带货和旅游业。村长高兴的都合不拢嘴了，握着我和张小琪的手怎么都不放开，说我们就是他们村的大恩人。村长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，从现在开始，我家之前的那个村，不管什么时候来人定居或者拿东西来卖，你都不能放他们进来。村长知道之前那个村把我们这一家人伤害的有多深，郑重的点头答应，简单和我们唠家常，就带着我们去安排住宿的事情。我转身看向远处，终于逃离了那个吃人的地方，他们是死是活都和我没关系了。置办新家，重新做助农账号的日子过得特别快。
不知不觉就过了好几个月了。这天，我正在带村里刚大学毕业回家创业的大学生怎么拍乡村视频的时候，张小琪来。小林，要不是我让你带着我去你们村子里转一转，你就不会被他们说的这么难听。现在还把家都卖了，我真的很过意不去。在我回市里之前，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，我尽全力帮你。这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们那个村民风不好，怎么都怪不到你身上去。再说了，你这段时间也帮助了我们很多。至于家，我在这里也挺好的，我也重新开了新的账号，可以帮助这些村民。所有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在走。他点点头，走到我之前的位置。我来教他们吧，我给领导汇报过了。过2天咱们村里办个美食节，邀请各大文旅来做客，帮助宣传咱们这里，也能拓宽知名度。真是太好了，有了这些文旅的宣传，这个村的发展只会越来越好，说不定还会有很多商业机会，可以给村民带来不少的好处。正想着怎么筹办这个美食节，外面吵吵嚷嚷，好像远处有人在喊我的名字。疑惑地走出去，只见二姨妈和陈大鹏在门口和村民们吵架。一见到我，他们瞬间来了精神。你小子，我就知道你没安什么好心。你那个账号我直播根本没有多少人，3个月了，挂在上面的东西一件都没卖出去。还有人给我打电话，说什么让我赔违约金50万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凭什么让我掏钱？这几个月不仅没赚到钱，之前还在熏的腊肉也开始发霉了，还有不少人退了货，我倒贴了好几万在里面。你赶紧把钱拿出来还给我。昨天我就接到了之前叫我带货的甲方电话，我好心提醒他们，现在这个账号已经不是我在用，让他们去找真正的账号持有者去赔违约金，不管是起诉也好，找律师也好，反正不关我的事。看来二姨妈收到了电话轰炸，今天便带着人来找我的麻烦了。但周围的村民们可不是吃素的，我是来帮他们的人，知道我的重要性，可不会像之前那个村的人一样忘恩负义。而且有了上次的教训，我在这个村也多长了几个心眼。居住的地方是村民最多的地方，万一再发生像上次的事情，我一喊叫，周围的人便能最快时间到我这里来。二姨妈和陈大鹏被村民们拦着，碰不到我，只能满嘴喷粪。陈林，你最好就待在这里一辈子，别让老子呆住，不然有你好看的。陈林，我和你是一家人，你怎么能和这外人欺负你二姨妈？你妈就是这么教你的，果然有什么娘就教出什么样的娃。我损失了这么多的钱，今天你必须把这个钱给我补上。二姨妈也顺着陈大鹏的话对我施压，他们还以为我会像3个月前那样对他们的威胁、恐吓、妥协。上次我只不过是担心我妈和张小琪的安全，这一次不管怎样，我对他们都不会心慈手软。我没说话，指了指头上，所有人顺着我的手往上看，几个高清摄像头散发着红光，显示正在录像。随便他们怎么闹，这一片每个犄角旮旯我都装了摄像头，只要不怕留下证据，就继续蹦跶。你真的读了2天书，了不得了！贪了我们的钱，不还你还有理了。现在还让我背了什么狗屁的违约金，真是读书读到狗肚子里去了。陈林，你给我等着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说完，二姨妈骂骂咧咧地带着陈大鹏往回走。2个小时后，外婆突然给我打了一个电话。小玲啊，你咋惹你二姨妈生气了？刚才气呼呼的把我开车拉到你现在住的这里了，你在哪儿啊？外婆瘫痪在床好几年，一直是我外公在照顾，已经有1-2年没出过门了。这里的山路这么颠簸，就算推轮椅也会陷进烂泥路里面。二姨妈为了钱，真是什么都能做得出来。我挂掉电话，冲出门就看见二姨妈推着外婆在门口，还一脸挑衅地看着我，和外婆哭诉：妈，你看看你这个不孝的外孙，要不是你给他打电话，他根本就不会来给我开门。现在小小年纪不学好，不仅乱勾搭女人，还贪咱们村的钱。如今我还帮他背了50万的违约金，我怎么还得上啊？二妹，你到底在乱说什么？你怎么把妈带过来了？小林之前好心帮着咱们村卖东西，你们不仅不领情，还倒打一耙。现在我们都已经搬出来，你还要纠缠着我们不放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？我妈在场也气得浑身颤抖，我强压住心头的怒气，走过去，把外婆推到里屋去，外面风大。现场这么多人，就算二姨妈和陈大鹏要动手，我也不怕他们。村民从我二姨妈手上抢过轮椅，推进了直播的客厅。我直接将 U 盘插进电脑里，将监控视频调出来。外婆、妈妈，你们大家都看好了。随后我将二姨妈到我家去闹的视频播放出来，画面里他们将张小琪绑进猪圈，任由那些猪在他身上拱过来碾过去，也将他们如何逼迫我和我妈还他们不存在的钱，逼迫我将账号转到他们名下的一系列操作展示在了他们面前。我转过身看向二姨妈和陈大鹏，账号当初是你们要的，我转给你们了，现在出了问题就找上门，你们真当我是冤大头吗？我们是找你还钱，还60万的卖猪钱。你说没钱用账号抵，谁知道你这账号这么不好运营，
还欠一屁股债的。我不动声色，继续问：60万卖猪前的账我已经结清给你们了，我为什么还欠你们60万？陈大鹏是个直肠子，脾气暴躁，我还没怎么引导，他就炸了。小子，给你点脸你就开染坊了？你在网上卖40块钱的腊肉，卖的钱所有钱都应该是我们的，总共60万，你不该拿出来吗？现在还问为什么欠我们钱？要不是看你还指点，说不定哪天晚上老子就把你卖到深山老林换钱了。听到他的话，二姨妈赶紧将他往外拖。我回头看着围着一起的村民，外婆我妈，有些人怎么这么不知道悔改？外婆在一旁气得浑身发抖。二妞啊，小林是你外甥啊，你怎么能这么算计他？从小你是看着他长大的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？你还逼得他们娘俩卖了房赔了钱，到这个人生地不熟的村子里来，我真的没把你教育好。二姨妈索性不装了，把她那副泼妇样子尽数展现出来。呸！我丧尽天良，就他们2个会在你面前装委屈、装可怜、装孝顺，也不看看他们是什么货色。也就你这个老东西，相信他们的话。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儿，不还钱，我天天来闹。外婆坐在轮椅上的身子晃了晃，被气得手不停哆嗦，直到双眼一白被气晕了过去。我急忙让张小琪开车送去医院。走到门口时，对着二姨妈和陈大鹏2人狠厉地说：第一，账号我给你们的时候是正常的，之后赔的钱、欠的款和我1毛钱关系都没有，以后再敢找上门，我们巡捕局见。第二，你们最好祈祷今天我外婆没事，不然我直接找律师告的你们倾家荡产，不信你们就试试。二姨妈和陈大鹏眼中的恨意都快要喷出火，但还是被我脸上凶狠的模样吓住。他们不是傻子，知道以后再也不能从我这里拿到好处了，再和我来硬的，吃亏的只会是他们。1周后，外婆出院，我将她安置在我现在住的地方，由我妈照顾着。助农的直播有了起色，忙得脚不沾地。我一边要给文旅汇报情况，也要和村长讨论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，出现的问题怎么解决，一边还要做美食街宣传，怎样才能将美食美景宣传出家乡，让更多的人了解。更是要抽出空闲时间帮扶村里大学生做账号直播，形成我们这个村的直播矩阵。这2个月的时间忙得天旋地转，还好美食节顺利举行，直播卖出的农产品也有了一批好的评价，大家一致觉得开一次回馈广大客户的直播。说干就干，可直播刚开到一半，二姨妈突然闯了进来。小林，帮帮我，帮帮二姨妈。她灰头土脸，说话伦理不清，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忽然外头乌泱泱的冲进来一群人。徐德芬，我看你还往哪里跑？亏得乡里乡亲的相信你，把账号交给你打理，你竟然把账号卖了，把钱捏在自己手里潇洒。娘的，要不是有人上网说换了人，我们还不知道你卖了好。好好的家不要，和陈大鹏那个懒人搞在一起，还拿我们大家伙的钱给他去外面烂赌。现在他不要你跑了，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，打死你都不冤。我呸！我回头瞥了一眼那几个正在直播的大学生，他们瞬间反应过来，将手机对着二姨妈这群人开拍。我急忙过去拉住二姨妈，假装关心：二姨妈，这是咋的了？怎么就跑到我这里来了？她不知道是不是被吓住了，还是没喘上气，半天都没说出一整句话。小林，救救我！他们让我还钱，不还钱就打死我。话刚说完，这群人就直接提起二姨妈的衣领。还钱？别以为躲在这里就能放过你，没把你打死都算你运气好。老娘可不像陈琳那样容易被你糊弄过去，占了她的便宜不说，还想瞒着大家伙占我们的便宜，这事不是这么干的。前些天还帮着二姨妈围堵我，让我还钱，现在翻过身就要打二姨妈，真是太有意思了。开头说话的那人气不过，拿起扁担就往二姨妈身上打。忽然门口大喊一声：“把东西给我放下！”我松了口气，还好巡捕来得及时。半个小时前，我看着监控里二姨妈和那些人冲进村里，我就直接报了警。这一次不管什么事情我都不会留情。民警来了一车人，看来真的怕事情闹大，毕竟村里这些人不懂法律，只相信谁的拳头硬。他们把我二姨妈和那群人全部押回巡捕局，当然也将我带走了。巡捕局里，民警接过我刚才直播录像的手机，通过3言2句的对话，判断事情不像表面看上去还钱那么简单。我又将之前 U 盘交给了他们，看完后他们对我说：“徐德芬联合陈大鹏坑了你的账号，组织群众围殴，另外还有陈大鹏大金额的赌博。这案子我们需要立案审查，到时候需要证据或者需要问话的时候，请你配合我。”我无比诚恳地点头，需要什么证据，我都会配合。说完，民警拿出手铐将二姨妈带进了关押室，顺带着在村里闹事的那几个人也被送进了审讯室。审讯足24小时才肯放人，而开头打二姨妈的那个人因故意伤人被关押7天。那些村民自发曝光二姨妈和陈大鹏在村里偷情的事，只为了争取早点被放出去。现在才是狗咬狗，谁都别想好过。二姨妈被关押1个月后，事情终于调查清楚了。
他将账号低价70万就卖了，还了甲方50万的违约金，还有20万在手上。结果没经受住陈大鹏的哄骗，没多久就将剩下的钱全部拿去赌博。等到乡亲们找上门的时候，陈大鹏早就不见了。二姨妈这才知道自己被骗得身无分文，这才有后续一系列的事情发生。随后二姨妈因为诈骗罪、故意伤害罪被判10年，所有诈骗金额要尽数归还。而陈大鹏在二姨妈定罪后的1个月，也在边境赌博场所被找到，他也因故意伤害、赌博罪被判8年。这些人都接受到了法律的制裁。几个月的时间，我们村因为美食节和上次直播二姨妈的事情，在网上发酵，得到了极大的关注。短短3个月的时间，直播销售额便达到几千万，村民们的收入翻了好几倍。有些年轻人也不在外面打工了，纷纷回乡创业。市里的文旅也下发文件，不管在人力上、物力上还是流量上，建立专门的团队，帮助我们打造最美乡村。看着日子越来越好，之前那个村的村民纷纷跑到我们村，跪在我面前求我回去帮扶，我一个都没理会。当初我已经给过他们机会了，是他们自己不珍惜，错过了就是错过了。对于不值得的人，我不会给第2次机会。我看着直播团队越来越大，村民们笑容越来越多，属于大家的好日子已经到来了。